我们来聊聊这次 Apple Watch 表带的问题。这个是海洋表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2块钛金属。那我们在使用 MacBook 的时候，正着放是不会碰到钛金属，但是我们如果转动我们的手腕，我们就很有可能会敲到这个钛金属，这个钛金属就会去刮伤我们的 MacBook 的表面。这个表带我觉得就会让我在使用这只表的时候非常的提心吊胆，常常害怕它会去刮到我的笔电，不太想要刮伤表带或是刮伤笔电。这个是 S 号的高山表带，它的 G 扣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正着放下去打字是不会碰到的。那我们手转一下，放下来。G 扣会去跟我们的 MacBook 去做摩擦，让我非常的心痛。这个是中尺寸的高山表带 ，G 扣大概是在我手这个位置，我手这样放下来打字是还可以的，可是我只要轻轻的这样转一下，我就会容易用我的 G 扣去刮到我的笔电，非常的让人心痛。最后我找到这款高山表带大尺寸的是比较适合我的，因为它的 G 扣是在这个位置。那我在用笔电的时候，基本上我是不太有可能去磨到这个 G 扣，非常的舒适，不用去担心这个 G 扣会磨到我的笔电，也不用担心笔电会磨到它，很棒的一个大小。当然，除了高山表带以外，月跑的那款表带，因为没有 G 扣，也没有钛金属的任何事件，它都是用魔鬼粘的方式，那一个表带也是可以来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现在订购那条表带的话，是需要等一段时间的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买来使用。最喜欢那款表带，那款表带是最轻的，但是以牢固性来说，高山表带是很棒的，因为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表会有掉下去的风险。魔鬼粘呢，随时随地有可能就会失效，它就可能会滑出来，你贵重的表可能就会砸到地上，所以还是要有钩子，或是像这种一般的传统表带的这种扣具才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。我觉得这次大尺寸的登山表带是还蛮棒的，它的 G 扣在这个位置对我来讲是非常合适的。我的手围是160 mm， 也就是16公分，所以刚好小尺寸、中尺寸和大尺寸我都刚好可以带得上。只是现在大尺寸，因为它用到最后一格，对我来讲，我有打笔电的习惯，这样子我觉得是最适合我们使用笔电的使用者。拜拜。